从一个拎拖不懂的保安到一念碎星，这一念碎的不只是星。我从穿越第一天就听说，却一次都没敢用。今天头一回用，一念碎星。你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，0037号秦北，马队让我来拖地。顶楼私人区域，谁允许保安进来的？对不起。一个普通保安，你的卡没有权限上顶层，说谁派你来的？什么目的？没，真的马队长给我的门禁。秦北，眼睛老实点，嘴巴也闭紧点。工单留下，人滚出去。这件事传出一个字，不会，打死都不会。滚！雅姐，马彪突然派了个小保安上了顶层，你查查他最近在干什么。另外，查查那个叫秦北的保安。刚穿越过来3天，不会被开除吧？恭喜宿主绑定绝对隐神打工人系统。宿主任务：保护重生女总裁沈惊鸿，每天上班打卡不能断，不能暴露自己，积分续命，完成任务并提升修为。身份暴露，积分清零。宿主死亡，宿主初级修为，神级透视出阶，现战斗侦查用途，违规使用执行永久失明。暴露就死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给大总裁当保镖还不能领功？打卡提醒，距截止还有41分钟。上辈子996猝死，这辈子不打卡就死，压根儿就没想给我活路吧？哟，回来了，39楼拖完了。马队，39楼是总裁私人区域，你不知道？总裁在上面，我以为他出去了，没闯祸吧你？工单被扣了，门禁卡是你给的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有事。沈坤让我盯着总裁，我他妈一个保安队长，我敢吗？想着派个傻子上去，结果还是捅娄子，搞不好我就得滚蛋。你今天迟到7分钟，全勤扣了。干脆让你先滚蛋，说不定能保住我。3分钟，手册上写15分钟内不扣。手册改了，我说了算。50块钱你也吞？你属貔貅的吧？再嚷嚷直接开了你。你值班。打卡成功，今日奖励修为太古混沌诀第1层，宇宙7大禁术之首，修至大成可一念碎星。我去，这么强大，我能不能直接干保镖？打工人暴露身份、暴露修为都会积分清零，小命不保。完了。沈总，秦北带到了，关门，进来。沈总好，昨天匆匆见了你，没想到我现在要靠保护他续命。你是沈坤的人？谁？入职3天就出现在我私人区域，你说巧合？沈总，真是马队长让我上来的，门禁卡是他亲手给我的，您不信？看来他确实不知道马彪跟沈坤的交情。你大学金融管理专业，为什么当保安？因为金融管理毕业才发现，管理的是自己的贫穷。我相信你只是服从上司的安排。那我不会被开除吧？既然错不在你，当然没人开得了你。谢谢沈总。站住！昨晚什么事？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去吧。我这个保护对象可是重生的商界女帝，在她面前狗纸不暴露也不容易啊。雅姐，好好盯着马彪，我要知道他跟沈坤到底合作有多深。明白。沈总怎么说？没什么。行，下午你去 B2 车库巡逻。总裁怎么没问我？是已经怀疑我了？都是大老板，我一个小喽啰，哪个我也得罪不起啊！检测到 B2 车库通风管道内潜伏者1名，携带消音手枪、军用匕首，定位器3枚。匹配身份：退役特种兵铁手。暗杀榜第19，目标沈惊鸿。宿主需速前往制止暗杀，保护沈惊鸿。马队，B2，我现在就去。这么积极，多干活，多表现。您看能不能别扣我全勤？
这地库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要是被拍下来，我动手，不就等于暴露？暴露岂不是就死翘翘了？看来得智取啊！这堵了呀！下水道老堵，物业也不修。目标铁手无效化，颅内出血，永久植物人，行动评级 SSS， 奖励100亿现金已存入匿名账户。100亿？你之前没说奖金这么多啊！我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忠实的100亿身家苟且偷生大保镖。宿主仍需完成 B2 保洁，否则扣除全勤奖，积分依然清零。身价100亿，亲自拖地，这是什么人生？哎，我花钱会不会暴露身份啊？系统，人呢？切！马队 ，B2 管道里有人，带着枪。确认了，退役军人陈峰，代号铁手，定位器追踪目标是您的车。他怎么在管道里摔成植物人的？警方说管道老化坍塌撞击头部。这人是那个秦北，他干嘛呢？问过他了，他说当时看那边有水渍要清理，然后又发现下水口有些堵，就清理了一下。这么巧。B2那事儿，你真的是碰巧走到那儿？马队，不是你让我去巡逻的吗？当时那边出入口有滩水，我就过去处理了。我也是想的太多了，这么个窝囊废还能杀人吗？行了，吃快点，下午1楼有贵客，要加强安保。谁？陆氏集团少主陆景行，现在外边都传他是咱们总裁的联姻对象。检测到高危剧情节点，陆景行，前世囚禁并凌辱保护对象致死之人，这人是散打冠军，武力值超高。联姻？跟这种畜生？有钱人的生活有时就是这么身不由己。你个系统还挺贫。青红，会议室在38楼，上去说。这么冷淡，小时候我们一起不记得了。新来的，青红，你们公司招保安怎么净招些看着这么弱鸡的？检测到外部灵力接触，隐匿正文已屏蔽反馈，对方探测结果为普通凡人。沈氏东南亚供应链断了3条，陆氏2周内能补上。条件很简单，2家联姻，你嫁给我。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父亲的意思？重要吗？金红，沈老爷子病重，沈坤在董事会步步紧逼，你需要盟友。合作可以谈，联姻免谈。沈坤比你想的很多，有了我和陆家，你才能放心跟他抗衡。你爷爷的病不简单，不信可以让你的人查查主治医师。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我们可以做最稳固的盟友，夫妻。警报保护对象未来24小时将面临危险，宿主开启隐秘守护任务，24小时内确保保护对象不受任何威胁，完成奖励金刚不坏体，失败惩罚扣除全部修为。24小时不让我睡觉？打工人不需要睡觉。24小时保护，那我开启透视功能，就不用到处跑了，可以直接监视对手。还不算笨。我去，这不就是24小时全方位监控？这是来活了吗？0203，头儿，01、02和03有点不对劲，可能有人埋伏，您小心。还剩2个，天台。0405，靠，果然有埋伏。
是你一个人解决了他们4个。搞定，收工。6名威胁全部清除，评级 SSS， 奖励金刚不坏体。我的泡面4.5块买的，宿主余额100亿零4块5，建议调整消费观。100亿是100亿，4.5块是4.5块，这是2码事儿。昨晚大厦内外同时发生6起事故，下水道、电梯井、天台，6个人全部送医，全部携带武器，警方判定为雇佣兵团队，目标是您。沈坤竟然派6个人来杀我，还真是大费心机啊！但他们都没能接近你，是有人在暗中保护我。昨天夜里，保安部只有秦北一个人值班，一个人在3个地方干掉6个杀手，他怎么会那么清晰地找到杀手的位置？这不可能。确实不太可能。把他所有监控画面调出来，逐帧看。沈总，您找我？昨晚有6个杀手进了咱们大厦，来杀我。对不起，沈总，是保安部失职。天台的楼板裂了，有人摔下去了，还有人掉进窨井和电梯井，6个人都进医院了。听说了，马队长已经跟工程部说了，派人在维修了。昨天只有你一个人值班，依你看，是谁打退了杀手？老天爷，他不会是开始怀疑了吧？是啊，3次出事我都在现场，依我看就是天收他们。咱们大厦工程质量这么好，楼板怎么会突然裂了？那肯定是天道昭昭啊！老天爷收了坏人。沈总，您是金光护体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沈总，这人怎么看都不像能干掉6个职业杀手的。人确实不像，但事情很有意思。您觉得他装傻？他在保安部想避开所有监控很容易，他满嘴胡说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可是真立了大功，有本事不应该来邀功吗？怎么还要装傻呢？所以我才说这事儿有意思。东南亚3条供应链同时断裂，沈金红，你作为代理总裁，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解释？这3条线占营收35%，不能再拖了。金红，只要你嫁给陆景行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。供应链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，联姻的事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议论。至于与陆氏的合作方式，我还在考虑，会给大家个交代。沈总，我们刚签了一家供应商，您什么时候签了另外一家的？签下第1单的那天，也就是那个6个杀手来的那天，我收到的这条信息核实过，都没问题。会是谁呢？是啊，会是谁呢？这个加密链接无论如何给我查出线索来。好的，支线任务完成，奖励星辰体魄强化第2层，1名信息7层加密发送，溯源率为0。3份合同花了2万积分，2万啊！宿主积分余额9997万，消费占比0.02%，建议停止心疼。积分是积分，花出去就是省了。你一个系统不懂打工人攒钱的苦。秦北，沈坤说过，他的人几次失手，这个秦北都在场。秦北，啊，陆总，您认识我？听说最近沈氏被袭击，是你值班的时候，你立大功了。我没有，我就是命好，我连杀手的面都没见着，幸亏没见着，不然我就挂了。你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。查查这个人，尤其是沈坤派人袭击沈惊鸿的那几天，看他到底是不是扮猪吃老虎。联姻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公司的危机我已经解决了，我看不到还有联姻的需要。供应链的事儿确实办得漂亮，但你爷爷的事，你还没解决呢。其实你也早查到了，您打算怎么做，我都可以支持你。你放心，该解决的我已经在解决了，包括不该存在的人。我可以帮你。我不需要，或者说，你存在也没什么意义。陆景行，
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你的下场只会比沈坤更惨。药换回来后，爷爷的状态怎么样？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老爷子的促醒药物被改成了维持药物。沈坤就是不想让他醒。爷爷，上一世我没保住你，这一世不会了。主治医生刘华伟已经被控制起来了，要报警吗？沈坤不会承认的，或者把一切都推到手下身上。不过确实应该给他点教训。报警吧，先把刘华伟送进去。你别说，习惯了，在这看着整座城市的夜景吃方便面也挺有情趣。东北方向12公里处检测到异常能量聚集，初判灵气异能体频繁活动，疑似沈金红周围还有其他灵体存在且频繁活动，不排除对沈金红做出袭击行为。12公里，东北，碧海园。八卦文章写过，陆景行就住在碧海园，难道和他有关？宿主第一次和陆景行接触，确实有外部灵力波动和企图入侵的信号。看来我要保护的这个重生女帝是腹背受敌啊！准确。沈坤和陆景行都不是好对付的，俩人身份诡秘，忽明忽暗的，看来这个班想摸鱼很难了。系统，我有2个劲敌，能不能给我升级点装备什么的？需要完成任务才有修为和装备奖励。抠门儿。那如果我先出手为强，克制了对方，也算完成任务吧？交易成立。你今天白班怎么这么早？马队，我想通了，以后我都提前1小时到岗。吃错药了？没有，就是想好好干。行，那今天你多巡2趟 B1。这个马彪，现在想想，他第一次让我用他的门禁上顶楼就很奇怪。我怀疑他不是沈坤的人，就是陆家。解决他是不是也算主动完成任务？可以算，完成任务可获得奖励太古混沌诀第2层。不过修炼期间心脏承受压力为常人极限的40倍，建议找无人处修炼。心脏不会炸了吧？你先完成任务吧。那还不简单，今天我就死盯马彪。马彪，平时连一碗面都舍不得吃的人，怎么敢来这么贵的川菜店？这个人我认识，是沈坤的助理。看来马彪是个胆小的，不敢干，也不想干。可惜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了。聋哑啊，算了算了，快走吧，下回注意点。谢谢啊，给你5星好评，这是赔你刚才那2单的。谢谢哥，下回有事还找我。早上在我家门口捡到的。这是谁？还帮咱们查马彪？但咱们也查过他，无非就是给沈坤送一些您的日常行程。看来沈坤要在我车上做手脚了，要不要抓住他？人赃并获。明白。相片和单据都丢了，干了这件事我就得赶快跑。马彪，你干嘛呢？沈总，我对不起，我秦北，以后你是保安队长，带马彪去办离职手续，看着他收拾东西。保安队长，我还升职了。马彪，其他的事你也有苦衷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任务完成，可修炼太古混沌诀第2层。雅姐，你带马彪去办手续吧。秦北，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事儿要处理，需要一个贴身保镖，你跟着我吧。保安部的事儿，你选个副队长，先负责日常工作。好的，老板。保镖与保护对象接触频率增加，暴露风险提升至橙色。我去，还有这规矩，你不早说！太古混沌诀第2层突破，修为提升至筑基6层。练个功跟猝死似的，上辈子加班猝死，这辈子练功猝死，命里犯加班。秦北，跟我去一趟医院。沈坤是疯了吗？你们在这干嘛？沈副总安排的护工。滚！沈副总说，秦北，打！啊，直接动手！这位大哥，里面是沈总的爷爷，你们再不让开，小弟不客气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妈的，
要不是大白天，我只能做个普通保安能做的事，我就直接报废了你。你乖，不打你。秦北，报警。好嘞。别追了，在这守着，沈坤的人再来，坚决不许进。就我一个人吗？爷爷，你快醒醒吧！爷爷，有反应了。雅姐，秘密邀请国内心脑科排名前3的专家会诊，多少钱都可以，但要绝对保密。老董事长会没事的。走。没想到你会推选我当副队长。马彪走了，整个保安部就属您资历最深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根本镇不住保安部那些老员工，我得谢谢您，愿意帮我。你年轻，大有前途。放心，保安部管理上的事儿我会负责。你这些日子就放心保护好总裁，毕竟他好，咱们才能好。他要是下台，老董事长亲手建立的整个保安部都得连锅端。好，一起努力。沈惊鸿早就下班了。如果不是要保密身份，刚才就该人赃并获，就这么直接清除，有什么意思？宿主替保护对象解决潜在麻烦，奖励已授权微型灵力脉冲，范围30米，精准烧毁电子元件，不触发烟感。你走干嘛去了？我活干完了，你给我技能，留着下次再用。你大爷！算了，明天早上再启动烟感吧。3个都断了，不是信号问题，是设备被烧了。烧了烟感不会响吗？再说窃听器安上20分钟全烧了，你安的时候被人发现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滚！沈惊鸿身边除了那个窝囊保安，没发现有别人啊？难道那个保安真有什么隐藏的力量？去请周师傅出关，就说我这里有急事，请他帮忙。周远的爷爷和我爷爷是师兄弟，陆家自从做生意后，修仙的修为大跌，幸亏有周家看护。周家和陆家紧紧绑在一起，已经筑基巅峰，周远是不会不管我的。那个人现在是沈氏的保安队长，最近跟着沈惊鸿进进出出，干着贴身保镖的活。但你看他那窝囊样，陆兄，修为可不是看长相的。是，有几次我经过他，也感觉到有些灵力上的异样。但你知道我的修为一般，而且我真觉得不是他。是不是？试试就知道了。请问沈氏大厦访客登记在哪里？正门大堂前台。我靠！清洁部呢？拉水器失控了，有人管没人管？警告！对方是放筑基巅峰级探测灵力，隐匿阵纹已启动对冲检测结果，普通凡人。筑基巅峰，有人派他来试探我，我不会露馅了吧？那不是陆景行的车？刚才那人是他的人？窃听器，我清除的太快了，哎，我该想到的。沈总，这位周先生是陆少派过来的咨询顾问。咨询顾问？对，帮陆少处理一些合作细节。好，那周先生就跟宋雅去对一下细节吧。那是周家的那个周远，小时候我见过他。周家是修仙者，祖上与陆家是8拜之交。太古混沌诀第3层突破，修为筑基9层巅峰，距金丹期差临门一脚。临门一脚怎么踢？需要一次实战突破，建议在保护任务中触发。明天早上8点陪我去参加沈氏季度股东会。另外，后边几天你紧跟着我，如果碰到陆景熙，记住要小心他身边的人。好，看来沈惊鸿知道那个人的底细，我要怎么不动声色地打探一下呢？色诱，滚犊子！为你好，男朋友是最好的身份掩护。我谢谢你啊，沈总，
明天股东大会都准备好了，我要沈金红翻不了身，去把沈正前的病历报告发给股东，让他们知道沈金红完蛋了，他的靠山要死了。第3项议程，关于代理总裁任期审查，我提议对沈金红进行不信任投票。复议。理由：东南亚供应链危机处理不透明，资金来源不明。作为代理总裁，你有义务向董事会说明那笔救济资金的出处。供应链合同全部合规备案，资金是供应商预付款对冲，财务报表下周提交。在财务报表出来之前，我建议暂停你的代理权。各位投票。钱书，你不是老沈让我来，他的委托授权书在我这儿。沈正前全权委托我代行其股东权利，在座各位可以验证公证章。沈正前持股34%，加上沈总自持18%，合计52%。不信任案需要2/3票数通过，你们凑不够。这份授权书是什么时候签的？3年前，老沈住院前。沈坤，你是不是打死也想不到爷爷早就对你起了戒心？钱书才是我手里的底牌。秦北，又是你站岗，沈总真是器重。陆少，沈总在开会，您得稍等。不急。看什么看？这人真是讨厌。他到底何方神圣？系统，系统！探测结果，对方是高阶修仙者，十分警觉，建议宿主少搭理他。我现在是沈金红的保镖，我怎么少搭理他？在你手下保命太难了，比资本家恶霸还要毒。陆总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，进来说。秦北，你再等会儿。被沈坤逼得不轻吧？我来送屋暖了。这份合约足够让所有董事闭嘴，全部支持。不必了，陆家的恩，沈家受不起。我今天约你来，是为了另一件事。之前科技板块的合作协议到期了，沈氏决定不续约了，提前1个月通知您一声。沈金红，你前几天对外发布要涉足 AI 领域，现在这是打算把陆氏一脚踹开吗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跟我玩撕破脸是吧？你别后悔！必须和陆氏彻底解绑，才能防止上一世他跟沈坤联手把我逼上绝境。只是现在撕破脸，我的处境……雅姐，再物色2个优秀的保镖吧。您不信任秦北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以他的能力，后边的事儿很难应付。好。检测到3名入侵者 ，C 区消防楼梯，2名持刀，1名携带爆破装置，修为均为普通人。目标沈金红的车。炸车？上次还是搞刹车，这次要炸车，看来沈坤疯了。建议远程处理。3个硬币1块5毛钱。系统，这个能报销不？不能。人都救上来了吗？放心，3个人都救上来了。医生说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呛水了。没想到保镖入职测试，竟然炸出个秦北来。也就是说，之前铁手在管道摔成植物人，6个雇佣兵一夜全废，都是他干的。沈总，他明明是保护您，但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，太奇怪了吧？叫他来吧。昨晚我新招的2个保镖做入职测试，应对3个给我车装炸弹的匪徒，结果他们还没出手，3个匪徒就被爆裂的消防栓冲跑了。这么好笑？我靠！系统，这是诈骗啊！这是诈骗！你怎么监测的？这不是推我去死吗？你来之后，有人试图暗杀我，全部失败。每次你都在，你很聪明，能躲开所有摄像头。但昨天新请的保镖亲眼看见是你用硬币打破了消防栓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我就是手闲的玩硬币，就可能不小心打破消防栓了。我已经及时报物业了，消防也没罚钱。沈总，您原谅我一次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保安，忠心耿耿的保安。
不肯承认，难道是有什么苦衷？无论如何，他一直保护我，倒是可以信任。新来的2个人已经去保安部报到了，你去见见吧，以后归你直接领导。谢谢沈总，谢谢。恭喜宿主金丹期突破。别恭喜了，我就问你，现在在沈金红面前，我已经暴露了，是不是快死了？你不是没承认吗？你都圆回来了呀，积分没清零。这都行，只要不是人赃并获就行。但你以后出手要小心，如果再次被当场抓住，身份彻底暴露，积分清零，宿主死亡。算你狠，一定要培养一个瞎话篓子保镖。陆大公子，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寒舍呀？沈叔，咱们不该是敌人啊。大侄子，你是要娶沈惊鸿的人，敌人。之前没少查我吧？这是怎么了？让沈惊鸿甩了？沈叔，您就别笑话我了。他把您踢出沈氏科技板块的事，您能不知道？沈惊鸿就是个白眼狼。所以，沈叔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。之前您出手多次都失败了，就没想过为什么？不是你一直暗中帮他吗？我可没那么大本事。我说了，你可能不信。沈惊鸿身边有修仙者，至少金丹以上。修仙者？你忽悠我来了？又有修仙者出现，沈氏上一个修仙者已经被我干掉了。修仙者脑子不够使，也不过如此。我没忽悠您，您记得周家吧？是周远感知到他身边的力量，只是现在不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，到底用什么手段在保护他。你想怎么样？找出这个人，除掉他。你自己就能搞定的事，找我干什么？沈惊鸿出局，沈氏就是您的，双赢的事儿，您不能不出力啊！想拉我下水？行，只要你能搞定那个什么修仙者，沈家的事情交给我。刘华伟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让你盯住医院，盯住医院，你就这么给我盯的？自从上次小沈总打了咱们的人，宋雅每天都来，还派了手下来巡视，我们的人不敢靠近啊。老董事长换主治医生，为什么不通知我？这事情是沈小姐定的，刘华伟是自己辞职的。沈小姐说您都知道。沈惊鸿，你好样的！查出了问题不找我发作，自己偷偷换人，滚！滚滚滚！还真是比你的死鬼老爹和半死不活的爷爷厉害。你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买通护士也好，找个黑客也好，自己去动手也行，给我篡改沈老头的心电监护仪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沈惊鸿引过来。他妈的！我不管你身边有什么神仙魔鬼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死在这儿！今天沈惊鸿一定会来医院，你最好能弄死。怎么回事？刚才通知我心率异常，现在看着完全正常。系统确实发出了警报，但到场后一切稳定，可能是监护仪误报。糟了，难道他们要在医院动手？雅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沈坤的目标是我，大概率不会动爷爷了。但还是辛苦你看好爷爷。放心，你们俩在这守着，听宋小姐调遣。秦北，跟我走。监测到灵气匕首品阶下品法器，持有者修为筑基后期，2名目标已进入攻击位置。我他妈现在出手不就暴露了？你不出手，保护对象出事，你也嘎了。大爷！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威胁撤离，保护对象安全。能不能别再玩人了？爷爷，沈总，医护人员会组织病患的，咱们不能给医护人员添乱，得赶快撤离。你干的吧？什么？沈总，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，也谢谢你。对了，我刚才好像看见周远也跟着火警跑出来了。周远，不是沈坤，或者
陆景行和沈坤已经联手了。金刚不坏体与金丹期协动，宿主近战输出达到金丹中期水平，但灵力储备仍只有金丹1层，需要加速突破。有什么用？我现在最该修炼的是隐身大法。这种出手也是死，不出手也是死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哟，大侄女，等我呢。沈坤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你再敢动我爷爷，我就亲手解决你。沈惊鸿，你疯了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长辈。记住我说的话。这战斗力还用我保护吗？惊鸿，听说爷爷出事了。陆景行，别跟我装蒜，我告诉你，你的人再敢去医院，我就不是把陆氏踢出科技板块这么简单了。就差一点就杀了沈惊鸿了。假火警是意外，大概就是那个人，他能感知到咱们。你竟然没感知到他？以我筑基巅峰的灵觉，按说不可能啊，除非对方是金丹以上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还有胜算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得把这个人找出来，起码要目标人物啊。那天沈惊鸿带了3个保镖，只有秦北跟他走了。锁定秦北做测试吧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。你们谁派来的？沈总，快走！你刚才拿垃圾桶，肾上腺素，巧劲儿。你肩膀受伤了？蹭到皮了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别动！好了。秦北肩膀被切开的瞬间，衣服里闪过金光，8成就是他，而且修为不浅。战斗数据分析，灵气手套对金刚不坏体造成 0.1毫米的皮肤微损。对方用的是灵力探测手套，预计会根据手套反馈判断出保护者为体修且达金丹级别，宿主暴露风险升级至红色。不用手套，大概也有人在暗处看见了。我要想不暴露，只能灭口了。手套回传体修，金丹级别，肉身强度极高，不是普通金丹。你确定是秦北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昨天只有秦北，我隐约看到他身上的金光。怎么可能？金丹体修，国内不超过5个，我让人全查了，5个金丹体修，昨晚全部有不在场证明。哼，所以呢，要真是他，你们就打不过他，拿他没办法是吗？如果真是金丹级别，周师傅，你有把握？硬碰硬没有全胜的把握。不过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什么？如果那人真是他，真是金丹级别，昨天为什么一直在招架不还手？除非是他不能还手，有什么前置他不能还手的，或许有什么秘密身份。但不管什么原因，如果他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手，那我们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干掉他。孩子，爷爷，你终于醒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想到这段日子你经历了这么多，难为你了。放心，爷爷，我能处理好。沈坤这个人，你妈当年的车祸不是意外。我知道，爷爷放心，我不会放过沈坤的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沈坤和陆景行联手了，事情就更难办了。公司的事，等我能下床了再说。这段时间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金丹4层突破，距金丹后期差2个小境界。都怪你这个破系统！误入系统毁掉积分。小心眼，
对了，明天沈氏年会，陆景行和沈坤都会去，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皮跳？他们要是在年会上跟我干，那我真是只有一条死路了。那建议找理由不出席。我是沈惊鸿的保镖，我不去。他们干掉沈惊鸿，我还是完犊子。不是，我是保镖还是受气包啊？沈惊鸿，你开除我，不给我活路！今天老子和你同归于尽！老郑，老郑，快保护老板！我可太不要脸了，这么危险，让老师傅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隐匿正文承受压力87%，波动风险10%，维持中。他们是故意逼我出手。刚才如果我冲上去，金丹体修控制灵气一定会被识别到，到时候他们就对我下死手。刚才有一点小插曲，希望大家的兴致不要被影响。干杯！沈总团队精干，来，我敬各位一杯。不好意思，喝急了。隐匿正文承受压力89%，波动风险11%。我靠，他在逼我出手，再僵持下去我就爆了。下去，金丹就会在你体内爆开，别人只会以为你是疾病猝死。不下去，咱俩就正面战一战。对不起，您看着这怎么话说的？早点吃的韭菜盒子。秦北，你他妈干什么？可能来的时候招风了，刚又打架，然后喝酒又喝快了，真不是故意的。滚开吧！这个秦北，他身后应该还有很多秘密吧？谢谢沈总给我买衣服，但这衣服也太贵了。没事儿，你刚才也是工伤。沈总人真好。秦北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怕你受伤。你其实知道我查过你。知道。你在隐瞒什么？沈总，我什么也没隐瞒。您不是也什么都没查出来吗？我真的就是一个保安，最多是个挺聪明、有两下子的保安。一个会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保安。我职责所在，我现在还是您的贴身保镖。我喝多了，扶着我。贴身保镖。沈总，您喝多了。是啊，醉一点好，醉了就能暂时忘记。有那么多人每天想着怎么害我，怎么害爷爷，怎么害沈氏，可我身边除了雅姐，没人能信任。你可以信任我。可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我是秦北，你的贴身保镖。虽然有些事我暂时不能说，但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保护好你。或许有一天，我可以跟你坦白所有事。扶我回车上去吧。没有任何破绽。当年沈坤就是意外知道了妈妈是修仙者，想方设法杀了她。如今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有灵觉，能感知灵力。我确实感觉不到秦北的灵力，但那天他肩膀上闪过的金光又是什么？秦北，你到底是谁？修仙者，吐了你一身，还说今天干掉他们，结果呢？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不要脸。或许我们真的高看他了。我的人接近不了沈正清，他醒过来是早晚的事儿，他醒了，我分分钟就要滚出沈氏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们再不想办法干掉沈惊鸿，就等着被他一锅端吧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沈惊鸿落单，我亲自动手，总不会有隐身人在他身边吧？我筑基巅峰的灵觉被一个吐我一身的保安耍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周师傅，您别上头，那天他宁可装病吐你，也不还手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绝对不能在人前暴露。说了半天，你们还是拿他没办法。
办法有，让沈惊鸿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亲自出手，速战速决。他敢现身护，就证明是他；他不敢，沈惊鸿就得死。他出门3个保镖，怎么让他落单？给他一个不得不一个人去的理由。惊鸿，沈坤这些天怎么没动静了？他在等您再倒下，他好名正言顺接手。下周董事会我亲自去，让他们都看看沈正谦没死。他最在乎谁？除了那个保安，就是他妈。他妈？他查了20年都没查明白的事儿，一个儿子，他咬定会自己把脖子伸过来。20年了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。雅姐，被扯。监测到保护对象灵觉剧烈波动，对方以母亲死因为饵，引诱保护对象单独赴约。拿他死去的妈当鱼饵，这帮人是真不要脸。周远极大概率在老厂区设伏，保护对象单独前往，宿主无法贴身保护。那我远远跟着，我会透视。老厂区方圆3公里，以步探测灵阵。宿主一旦动用灵力，隐匿阵纹将与对方灵阵正面碰撞。碰撞会怎样？身份当场暴露，积分清零，宿主死亡。好家伙，这是把我俩绑一根绳上，他去送死，我去也是送死，我不去他更是送死。那就比一比，到底是他的灵阵厉害，还是我这双手厉害？沈总，这一看就是陷阱，您不能去。我知道是陷阱，那您还……可那是我妈，哪怕是陷阱，我也得去撕开一个口子。那至少带上秦北他们。对方说一个人，带了人，我什么都问不出来。而且，我也想看看，如果我真有危险，那个人会不会又恰好出现？探测灵阵，不好了，方圆3公里，任何一丝灵力波动都瞒不过我。周师傅，沈惊鸿的车来，就他一个人。来得好，今天要么调出那条藏着的大鱼，要么先把饵吃掉。3公里灵阵，我灵力一动就暴露。可他要是出事，我照样清零。这老阴货是把人性算到骨头里了。靠灵力进不了，那我靠2条腿加一辆破电瓶车，行不行？纯物理手段，不触发灵阵，但宿主全程必须压制灵力，与凡人无异。一旦交手，毫厘之间都可能露馅。当社畜这么多年，别的不会，憋着不发挥，我最熟。约我来的人，出来。是你，陆景行的狗。沈小姐，嘴还是这么硬，你妈当年也是这副样子。你认识我妈？何止认识，你妈是修仙者，被你二叔沈坤盯上，想夺她的功法。他不肯，沈坤就买通了卡车司机。那场车祸是沈坤亲手安排的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因为当年帮沈坤善后，抹掉所有灵力痕迹的人，就是我。撕开了，可这口子撕开，下一刀就该捅向我了。透视不能用，灵力一动就撞他的阵，这回只能用肉眼了。周远把他单独堵住了。我冲进去就是送命。纯手工活，算灵力吗？不算。那就好办了。知道了真相，又能怎样？沈小姐，你跟你妈一样，太爱往刀口上撞。你想杀我灭口？杀你是顺手，我真正想钓的是你身边那个人。什么人？装，继续装。等他现身，你就知道你身边藏着一头什么样的怪物了。什么东西？管珠加机油，纯物理打滑，老天爷都挑不出我灵力的毛病。秦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出来，骑电瓶车偷偷跟着。站住！
胁暂时无效化，全程零灵力输出，隐秘阵纹零波动，评级 SSS。纯手工，5星好评。你一个保安骑着电瓶车就敢跟来救我？我也没救成啥，就是运气好，那油桶刚好掉下来了。秦北，那油桶是吊在房梁上的，绳子是被人解开的。是吗？那可能是绳子太旧了，自己断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堂堂沈氏代理总裁带我坐2手电瓶车，这画面谁信？申总，你没事太好了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去呢？我没事，而且我知道了我妈的死因是沈坤。当年我妈是修仙者，她为了夺功法害死了我妈。修仙者？申总，您是说真的？雅姐，这世上的事儿比你想的悬。还有件事儿，今晚又是秦北救了我，这一次他骑着电瓶车跟来的。他怎么知道你有危险？是啊，他怎么每一次都恰好知道？提醒：今晚保护对象已3次试探宿主，他正在收集间接证据。我知道，他那眼神跟看猎物似的。再来几次，我这层皮就兜不住了。建议宿主主动制造一个无能瞬间，降低怀疑。怎么制造？当众出丑，比如被一只猫吓到。我堂堂金丹修士被猫吓。为了活命，没有什么是不能演的。行吧，可我总觉得周远栽了，他背后那帮人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判断正确。周远又失手了，被人用一堆钢珠摔进了医院。钢珠？你那筑基巅峰的高人栽在钢珠上？沈叔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沈正乾下周要亲自上董事会了。他真能下床了？消息确凿，他一上台，第一个动的就是你。那就别让他活到下周。沈叔，光靠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杀手没用，周远那个档次的都奈何不了那保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周远只是周家的晚辈，他师叔还在山里闭关。再过3天，我就能站着进董事会了。爷爷，您慢点儿。不好，老爷子心律失常。爷爷，快叫医生！上次假警报骗我离开，这次是定真格的了。检测到电磁干扰器，对方正在远程干扰心电监护与起搏设备，意图伪造心脏骤停。只要让他得逞，老爷子就真没了。沈金红要是在这儿亲眼看着爷爷病发，他能蹦？又是监控，行，我不进去。物理干扰，对，物理干扰。干扰源已摧毁，保护对象的爷爷脱离伪造危机，评级 SS。沈坤啊，沈坤，你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奇怪，刚才监护仪的数据像是被什么干扰了，突然又自己恢复了。是干扰，不是并发。从设备日期看，更像是外部电磁干扰。刚好这会儿配电间又跳了闸，在配电室地上捡的。有人想用这个伪造老爷子心脏骤停，然后他自己烧了。监控显示，没人进过配电间。又是自己坏了。秦北，你身边的自己到底有多少？金丹5层突破，距金丹后期仅1步。这一步得拿什么题？需要一次直面强敌、生死压境的实战。周远算不算？周远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强敌还没登场。还没登场，我怎么有种山雨欲来的感觉？师叔，弟子无能。沈金红身边那个人，弟子3探都没能确认，反被他羞辱。金丹之上敢藏身凡尘，还能让你这筑基巅峰摸不着底，此人修为恐怕远在金丹之上。师叔的意思是，你回去告诉陆景行，这事儿别再用蛮力，我亲自去会一会这位高人。
怎么，都以为我死了？大哥，您能来太好了。我不但能来，我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一件事：即日起撤销沈坤副董事长一切职务，董事会全面配合调查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。先说，差事办完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大哥，你凭什么？凭我还活着，凭你害死了我儿媳，又想害死我。好得很，沈惊鸿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自己作的。沈坤，20年前我妈的车祸，我已经查清楚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今天撤职只是开始，我要让你把欠沈家的一笔一笔还回。墙倒众人推，你这堵墙倒得可真不远。申叔，落难了。陆景行，都怪你那个废物高人！沈惊鸿现在连他妈的死都查出来了。上车吧。我师叔周慎，周家真正的高手出关了。这老头身上的气，怎么比那个保安还要瘆人？那个藏起来的金丹之上的小友，这一回该轮到老夫把他请出来了。沈坤倒了，这些天多亏了你。我没干啥呀，申总，都是您和老爷子厉害。是吗？医院的干扰器自己烧了，老厂区的油桶绳子自己解开了，地库的杀手自己摔了。秦北，你身边的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沈总，您这是夸我命好呢，还是怀疑我啊？我不怀疑你了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真相。沈总，有些话我现在说了对您没好处，对我可能有性命之忧。性命之忧？您就当我是个有秘密的忠心的保安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一定亲口告诉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最高级警报，检测到元婴期灵力波动，正在快速接近本大厦，对方修为远超此前所有目标。元婴期，周远是筑基巅峰，我都得躲着走。元婴，这是把屠龙刀架我脖子上了。金丹之上的气息就藏在这栋楼里，藏得真干净。小友，藏得了一时，藏不了一世。今天就让老夫把你逼出来。就是你，老先生，您找谁？前台登记在那边。别装了，你身上压制的再干净，也瞒不过老夫。金丹之上的修士，给一个凡人女子当保镖，有意思。金丹，老先生，您武侠剧看多了吧？我就一保安，月薪到手6000。警告！对方释放元婴期威压，隐秘正文承压96%，宿主扛不住了。他在逼我反抗，我一动灵力，隐匿阵纹就破，当场暴露，积分清零。可我不动，这威压能把我压垮。扛得住元婴威压，却不还手，你果然有不能暴露的苦衷。那老夫就再加一把火，逼你现出原形。哎呦，老先生，您这是什么香水？我有哮喘，喘不上气儿了。秦北，这老头身上的灵力比周远强了不知多少倍，秦北扛不住了。你是谁？想动我的人，先过我这关。有意思，要保护他的竟然是你这个凡人。这世上头一回有人挡在我前面。一个凡人女子护着一个连命都不敢露的修士，倒是难得。你到底是谁？周家周慎，小友，老夫今天不动手，
你装得很好，可你越是不还手，老夫就越笃定你身上锁着的东西比金丹珍贵的多。老先生，您再不走，我真要叫救护车了。我哮喘药在保安室搁着呢。3日后，城东听雨阁，老夫设宴，请沈小姐赏光。带不带保镖随你。到时候，老夫有样东西，要请沈小姐亲眼看看。你哮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有哮喘？偶尔犯，老毛病，没敢跟领导说，怕被嫌弃。那个老头一来，你就犯了？可能怕生人。秦北，那个老头站在那儿，我浑身发冷。一般人腿早软了，你跪是跪了，可你跪之前是站着，硬扛了他足足半分钟。你跟我说，你是个怕生人的哮喘保安？这女人的眼睛比系统的扫描还狠，再这么盯下去，我这层皮迟早得让她揭了。沈总，人跟人体质不一样嘛，我皮糙肉厚，扛揍。3日后那个局是鸿门宴，那您别去啊。他说有东西要给我看，我倒想知道他想让我看的是不是你。师叔，您今天既然确认是他，怎么不直接除掉？除掉？你以为金丹之上的修士是案板上的鱼？师叔，那他到底什么来历？来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道枷锁，锁着他不能动手。3日后，老夫要当着沈惊鸿的面布一座困灵阵，这阵能把任何修士的灵力硬生生从骨头里逼出来。万一他还是不动呢？他不动，灵力被阵一逼就会自己泄出来；他动，就是当场认了，横竖他都藏不住。老夫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他还能不能再吐人一身。周慎，元婴初期，宿主当前金丹5层，正面硬扛，胜算为0。那你倒是让我突破！我天天在这练得跟猝死似的。突破金丹后期需一次生死实战，3日后的宴就是机会。机会？那是鸿门宴，他摆明了要当着沈惊鸿的面拆穿我，我一暴露就死，这叫机会？危机即机缘，被逼到绝境，方能破境。合着你是盼着我去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？宿主理解能力进步显著。你这破系统，迟早把我送走。困灵阵要从骨头里逼灵力，这玩意儿我躲不开，也压不住。可阵是死的，摆阵的东西是活的。沈惊鸿，你赢了，行吗？我认栽，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妈当年求过你吗？那是意外，那场车祸真的是意外。周远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买通司机，是周远帮你抹掉了所有痕迹。查到了又怎样？你斗得过周家吗？陆进行背后那位真高人已经出手了，沈惊鸿，你也快了。周慎，是吧？你以为攀上一尊大佛就能保命？沈坤，棋子从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弃掉。沈总，他招了吗？他认了，我妈的死证据链齐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先不动。沈坤是棋子，还有周家，背后还有陆景行供着的那位。 3日后的宴，他们想拆穿秦北，可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保护谁。沈小姐果然带了保镖，他是我的人，去哪儿都跟着。好，那今晚老夫就给沈小姐看一样东西。这是困灵阵，在这阵里，任何修士都藏不住自己的灵力。警告！困灵阵正在剥离宿主的隐秘阵纹，预计30秒后灵力将无法压制。他这是要把我活生生扒出来，30秒，我得在30秒内把这阵给搅黄了。灯是真的，我烧不了灵力，还烧不了灯。小友扛不住了，这阵能逼出你的本相，等你灵力一现，沈小姐就会知道她身边藏着一头什么样的怪物。哎
有，站不稳。谁让你碰那灯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腿软撞上去了，这灯怎么自己着了？听雨阁这装修有安全隐患啊！阵眼受损，困灵阵失效，全程零灵力输出，评级 SSC。纯手工破阵，老天爷也挑不出我灵力的毛病。我的困灵阵能逼出任何修士的灵力，他从头到尾一丝灵力都没动，阵却破了。今天是老夫小看了你，但你记住，小友，你能躲过老夫的阵，躲不过老夫的眼。沈小姐，告辞。刚才在屋里，你身上发的光是什么？光？哪有光啊，沈总？可能是那灯坏了，一闪一闪的。秦北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要骗我？沈总，我没骗你，我只是……你的手在抖，你刚才差点死在那个老头手里，是不是？我不逼你说，但我要你知道，你保护我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换我护着你。活了2辈子，头一回有人把护着你这3个字说给我听。沈总，您这电瓶车后座坐着是真委屈您了。差一点我就交代了。系统，你这馊主意真能要命。可宿主不是破镜成功了吗？金丹后期已经能勉强自保。勉强自保？周慎是元婴初期，还要真下死手，我连勉强都没有。所以宿主要加快修炼，元婴期才是真正的安全线。元婴？我一个保安月薪6000，倒要修成神像。师叔，那秦北已经金丹后期了，再拖下去，他要是突破元婴，他短时间内破不了元婴。元婴一关，多少修士困死一生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有一道枷锁，不能在人前还手，这就是他最大的死点。逼他在人前出手，他若出手，枷锁自破，必有大祸；他若不出手，沈惊鸿就得死。什么场合能有千百双眼睛？沈氏不是要办20周年庆典，全程直播吗？沈总，20周年庆典全程直播，预计在线观众过100万，要不要低调一点？不，爷爷刚醒，沈坤刚倒，正是要让全城知道沈氏稳了的时候。庆典照办，越盛大越好。100万人盯着的场子，周慎要动手，绝对挑这个时候。他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判断正确，全程直播正是逼宿主在人前出手的最佳场合。困灵阵我能烧灯，这100万双眼睛，我能烧得过来吗？庆典那天，你害怕吗？沈总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那个老头肯定会在庆典上动手，他要逼你现身。所以那天你不用护我护得太明显，该躲就躲，该跑就跑。我宁可自己冒险，也不想看你被逼到绝路。这世上头一回有人宁可自己冒险，也要替我挡一刀。沈总，您放心，真到那天，谁也别想在您的主场撒野。沈氏20年，风风雨雨，今天我把这个家交给我的孙女沈惊鸿。感谢各位见证，沈氏会走得更远。检测到周慎、周远已混入嘉宾席，另检测到3名陆氏供奉，散布在4个出口。他们全到了，这场鸿门宴开席了。我这回得在100万人眼皮子底下演一出戏。探测到杀招，100万双眼睛盯着，宿主一旦破招，必被当场认作修士。左肩有东西冲我来了。水晶幕墙炸了，大家别慌，是质量问题。工程部跑哪儿去了？今天那道蓝光差点要了我的命，可您自己先躲开了半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灯还没亮，我心口一凉，身子就自己偏了。那是您娘给您留的本事，在护着你。
可那根话筒架偏偏那一刻倒下挡了一下。秦北又是刚好。秦北，我知道你有秘密，我也答应过不逼你。可今天那个老头是真的想杀我，我不想再看你为了我把自己逼到那个份上。你告诉我一句实话就行，你是不是为了保护我，连命都不要了？沈总，我护您，不全是因为职责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您是个好人，您对爷爷孝顺，对雅姐信任，对我这种小保安也拿我当人看。这世道，这样的人不多了。可你越护我，那些人就越想拆穿你。我怕总有一天我会害了你。您不会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。油嘴滑舌，回去休息吧。秦北，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师叔，今天又没成，他到底受了什么牵制，宁死都不动手？我查过古籍，能让一个金丹以上的修士甘心装聋作哑，不敢露半分修为的，只有一种东西。什么？契约，某种以性命为代价的契约，一旦违约，身死道消。那破解之法，让他违约，只要逼他在毫无退路时动一次手，他自己的契约就会要了他的命。我要拿沈惊鸿的命，逼到他退无可退的那一刻。陆景行供着的那个黑袍人，烧的香，聚的灵，路数不正。古籍里写，万古前镇压域外天武的，正是一道混沌气息。倘若那保安锁着的真是这道气息，我逼死他，是除幻，还是替天魔拔了这方天地最后一根定海针？周慎已推断出你受契约钳制，他的杀招是制造一个你不出手保护对象必死的绝境。他猜到了，那不就等于只要逼我动手我就完了？错，契约从不禁止你出手，它只禁止暴露。出手而不被认定为修士，便不算违约。绕口令呢？说人话。意思是，你这一身本事，从第一天起就够用。你缺的从来不是修为，是一个动手了也不算暴露的法子。合着我不用变强，我只要想明白怎么光明正大的装意外。沈总，查清楚了，陆景行背后供着的是周家，这次出面的周慎修为深不可测。还有呢，周家最近在城郊买下了一整座山，戒备森严，进出的全是生面孔。他们在准备什么大动作？秦北，从今天起，你寸步不离我。是。还有件事儿，那个老头说要给我看你身上的秘密，这个秘密我不打算等你说了，我要自己去查。师叔，沈惊鸿那边开始查我们了，让他查，查得越深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他亲自走进我布好的局里。一个为爱犯险的女人，最好骗。给他送一封信，就说老夫手里有秦北真正身份的秘密。这一次，老夫倒要看看那头藏起来的怪物是眼睁睁看他去死，还是乖乖现身。周慎派人送来的，他说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约我一个人去城郊见他。沈总，这是陷阱，您千万不能去。我知道是陷阱，可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的身份不值得您拿命去换。秦北，你越紧逼我，我就越确定你的秘密和那个老人脱不了干系。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警告：主动暴露身份等同违约，积分清零，宿主死亡。你是不是连说都不能说？原来如此，他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了就会有性命之忧。这道枷锁竟然连一个字都不许他吐露。好，你不用说了，这个局我替你去破。阵已布好，沈惊鸿一进来就是瓮中之鳖。那秦北呢？他一定会跟来。他跟来正中下怀，我会把沈惊鸿吊在死亡边缘，逼他在我面前亲手动用灵力。师叔，万一他真动手，以他金丹后期的力，加上不要命的拼劲儿，放心，他一动手，契约就会反噬他自己，不用我们出手，他自己就会爆体而亡。这叫借刀杀人，借的是他自己的命。沈小姐，欢迎入瓮。你说你知道秦北的身份，说吧。他的身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马上就会为了救你，亲手送掉自己的命。
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就等你那位忠心的保镖自投罗网了。警告：此为周慎设下的杀局，他在等宿主进阵动手，一旦宿主在他面前动用灵力，契约反噬，宿主即死。他算准了我会来，算准了我会动手，这老东西把人性算到骨子里了。可那是沈惊鸿，他为了我连命都敢押上，我要是缩了，我还算个人吗？宿主进阵即死，那就死给他看。来了。只要你敢动一丝灵力救他，你就得替他死！前辈，别过来，别为了我！沈总，您不是说这次换您护我吗？可我这人从来不爱欠别人的。检测到宿主即将主动出手，契约判定中。动了，他动了！契约反噬，他必死无疑。判定祭坛灵活爆闪，掩去你的灵力源头。周慎未能确认你是修士，出手不被认定，不构成暴露。好悬，差半步，这老头就把我看死了。沈总，我接到您了。锁链断了，是朕的灵火，还是你？老先生，您这阵自己烧起来，绳子自己断了，这质量不行啊！灵火爆闪那一瞬，我就没看真，是朕自燃还是他出手，分不清。周远，困住他！他要的是确认，我就让他一辈子确认不了。秦北，你停下！刚才那一手根本不是巧合。沈总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们追上来，咱俩都得交代。那锁链不是自己断的，火里有东西。你不是保安，你为了救我，连命都不要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再瞒下去，我对不起他。可一旦说破，我就真的活不成了。现在没有外人，我不要你说秘密，我只问一句，你点头摇头就行。你是修仙者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我妈也是修仙者，我从小有微弱灵觉，能感知灵力。那您怎么从来感觉不到我？你身上干净的不像活人，一丝灵气都没有。可你肩膀的金光，我亲眼见过。我身上有个东西能把我藏严实，代价是我不能暴露，不能承认，连说都不能说，说破我就得死。那你就不用说，从今天起，我陪你把这个秘密背下去。警报！全程电网检测到异常灵力脉冲，源头17处。沈总，出大事了！刚才全程停电3秒，网上炸了。说同一时间，17栋写字楼里各有一个人凭空消失，监控拍到人还在，下一帧就没了。17个，同一时间。警方说像集体失踪，可监控显示他们是在镜头里直接化成黑烟没的。17处灵力脉冲，性质一致，判断有人在用活人献祭，布一座覆盖全城的大阵。献祭，这是要召唤什么东西？秦北，你感觉到什么了？沈总，这事儿比沈坤、陆景行加起来都麻烦，有人在拿全城人当柴火烧一口锅。此为献祭节点，17个节点连成阵，阵成之日，通道开启。通道？通到哪儿？域外。宿主穿越之初，系统提示过，最终大敌是域外天魔。如今先兆已现，用不了灵力查，一查就跟他们的阵撞上，我就露馅了。阵纹是死的，法器是实体的，烧得了。一处节点已废，但还有16处，对方会立刻察觉。一枚硬币5毛钱，废一个节点，这买卖划算。陆景行
你供奉本教多年，如今沈惊鸿身边那个怪物，连周家都搞不定，你还信本教吗？尊师，周慎都拿他没办法，只有您能救我。周家修正道，忌惮那人来历，本教不在乎来历，只要献祭够数，天魔降世，区区一个修士，弹指可灭。有意思，第7节点刚才被人毁了。是那个保安？能在不动灵力的情况下毁我的法器，越来想见见他了。你说有17个点，现在被你废了一个，剩下16个，在哪？对方会移动节点，死守没用，得找出他们下一个要动手的地方。这17个人，7个是我们沈氏的合作方高管，5个在陆氏名下产业上班。陆景行，这献祭的局，他在里头。那他下一个会挑哪儿？挑人多好下手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。人多，灯暗，直播一开，谁会注意？角落里少个人。节点正在激活，一旦完成，这名工作人员将成为第18季。大庭广众，我不能现身，硬上就露馅儿。可这地方人最多，人多就是我的家伙事儿。谁的机位？切回去！后台怎么有人？这儿有人晕倒了，还有个可疑的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叫医生！第18季被你用一束追光搅黄了，全程零灵力。献祭最怕见光，那我就给你来一束全程直播的光。最高警报：来者元婴中期，修为远在周慎之上。这位大哥 ，cosplay 走错片场了。2次毁我节点都不动一丝灵力，你这把锁锁的真严。什么锁？我就是个安保，月薪6000。2日后本教大阵必成，你若想救这座城，就来城郊教堂，带不带帮手随你。届时本座要亲眼看看，逼到绝境时，你这身怪力藏不藏得住。又是逼我现身这一套。可这回赌的是全城几百万人，这锅比天大。2日后，城郊教堂，这是鸿门宴。我知道，可那16个点要是凑齐，全城人都得陪葬，我不能不去。那个黑袍人比周慎还强，你打得过吗？沈总，我跟您交个底，论藏我天下第一，论打他要真在大庭广众逼我，我出一次手，可能就保不住自己了。为什么？你明明有那么强的力量。因为我身上那把锁，当众露了真身，我就得死。这2天，我得想个法子，既救了城，又不被人当场抓住。那我帮你想，我有灵诀，我能在你不方便的时候替你打掩护。教堂地下16个节点已归位14个，剩余2个正在向此地汇集。镇城后，中央祭坛开启通道。阵眼在祭坛，只要砸了祭坛，警告：直接摧毁祭坛，聚集的能量会反向炸开，通道反而彻底贯通。黑袍尊使本身就是阵的钥匙。毁也不是，不毁也不是，这老阴鬼把局做死了。那只能拆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拆，赶在镇城之前。对，可拆节点，我得动手，当着尊使的面拆，他就盯死我了。那就让他盯着我。不行，太危险。你听我说，他要的是逼你现身，只要我在明处吸引他的注意，你就能在暗处拆节点。我有灵觉，他要对我动手，我能提前半秒察觉。半秒够干什么？够你从暗处出手救我，而且救我不算违约，对不对？判定正确，保护行为不构成暴露。他比我还懂怎么钻这把锁的空子。
沈惊鸿，你这脑子要是来修仙，比我有出息。所以这次换我当饵，你当那个藏在暗处的人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拎着拖布桶闯进我的休息室。怎么不记得？那会儿我刚穿越过来3天，慌得不行，还摔了您一身水。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狼狈的小保安会是个能护住整座城的人。我自己也想不到，那会儿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，别被开除，保住这个月的全勤奖。明天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得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秦北说话向来算数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等你回来给。沈小姐亲自来了，你那位保镖呢？他，一个保安哪敢来这种地方？我来是想问你，你抓的那些人还活着吗？活着，在镇城之前他们是祭品，死不了。秦北、东南角2个，西半角3个，我都标给你了。有个能感知灵力的搭档，这活儿好干多了。已废5处节点，剩余11处，对方尚未察觉异常。沈尊使的注意力都在沈惊鸿身上，我多拆一个是一个。你召唤的那个东西降临之后，会听你的吗？本座只需打开门，门后的客人自会回报本座。我的节点少了6个。节点？什么节点？我一个人来的，我能拆你什么？不是你，是他。他果然来了，藏在暗处。又是这种凡间巧劲，出来躲躲藏藏，算什么修士？你越想让我现身，我越不能现身。我就用这破硬币把你一点点磨死。你不肯露面，好，那本座就献了这16个活人，让全城陪你一起藏。这是尊使设的死局，他在等你正面现身出手，救援保护对象，不算违约。但这次他盯得太紧，普通巧劲救不下来。他算准了我会救，可只要我一现身，全城人还没救，我先暴露了。秦北，别管我，别出来！地下还有节点，先拆完，别管我！都到这份上了，他还想着全城，我要是真扔下他，我还算个人吗？尊使，你赢了，我出来。大哥，你这是非逼我表演个绝活是吧？现身了，你这身怪力藏得了一时，藏不了一世。动手吧，救他！只要你一动真灵力，本座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谁说我要用灵力？你干什么？烧你家房子啊？沈总，我接到你了。你用一把火破了本座的局，到底动没动灵力？我一个保安会动什么灵力？我就会点火。他抱着人从头到尾，真的没有一丝灵力波动。可没有灵力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这人到底是什么？祭坛已被火势波及，地下节点宿主已废9处，但剩余7处仍在，真未完全破。还差7个，今晚拆不完了。走吧，今晚算你赢一阵。可明夜本座会换一个你救不了的地方，重开此阵。他跑了，可他说会换个地方重来。而且下一次他不会再给我藏的机会了。总有一次，我得在所有人面前把这身衣服撕了。沈总，这2天全城都在传，天变红了，失踪的人越来越多，已经20多起了。警方查不出原因，查不出，监控里人就那么没了，跟见鬼一样。不是见鬼，是献祭。那个邪教在拿活人布阵，要召唤域外天魔。你说的那个，比黑袍尊使还可怕。尊使只是开门的人，真正要来的那个东西，
尊使在他面前，连根头发都算不上。尊使，他用一把火就破了您的阵，那种人我们真斗得过吗？斗不过他的力，但斗得过他的软肋。软肋？他宁可暴露现身，也要救沈惊鸿，这就是他的软肋。一个连命都不要，去护一个凡人的修士，他身上那把锁一定锁着比命还重的东西。3天后，本座要在全城100万人面前布阵，逼他在所有镜头前亲手动用真灵力。他若动，锁自破，必有大祸；他若不动，这城就给天魔陪葬。系统，这3天我练不出新本事来应付天魔，我能靠的还是老门行。正确，宿主的力量从第1天起就够，缺的从来不是修为，是破局的法子。那你说，真到了100万人面前，他逼我现身，我那把锁还有没有空子钻？有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。说，有一种情况，你出手，不必再怕被人当场认作修士。什么情况？当救他，就等于救这一城所有人的那一刻。凭什么那一刻就行？到那一刻，你自己会明白。又卖关子，也就是说，我得等到一个救他就等于救所有人的时刻。我一直在躲，在藏，可越藏他越逼。我想明白了，有一种情况，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动手。什么情况？当救你就等于救全城的那一刻。这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把我放到那个最危险的位置上？不，是他会把你放上去。他算准了我会为你拼命。我要做的是等他把你和全城绑在一起的那一刻，以此了结。那一刻你就暴露了。暴露就暴露，苟了这么久，也该有个头了。通道已开7成，祭品凑齐，子时一到，本座要把阵布到全城的心脏。全城的心脏？沈氏大厦，那是这座城最高的地方，也是直播信号最强的地方。本座要让100万人亲眼看着天魔降临。在沈氏大厦，那秦北一定会拼命。本座要的就是他拼命。他要把阵布到沈氏大厦，我们的主场。对，他以为占了主场是逼我，其实主场是我的。你有把握？沈总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现在还没十足把握，但我知道那一刻来的时候，我不会再躲了。那一刻，我跟你一起，哪怕站在危险的地方当饵，我也陪你。原来有人并肩的感觉是这么踏实。沈总，出事了！今晚城里已经有3个人凭空不见了，监控拍到人还站着，下一阵就剩一团黑烟。好重的灵力，一股一股从城里往天上抽。透视扫过去，咱们大厦的地库、管线层全是没见过的生面孔，别处不去，专往这栋楼里钻。沈总，那个黑袍的要把阵布到您这栋楼里。我的楼？全城最高、信号最强的地方，他要让100万人亲眼看着那东西降世。他想占我的主场，那就让他知道，这栋楼是我的主场。检测到献祭节点，对方想以你这栋楼为阵眼连节点。复城之日，沈氏大厦就是天魔降世的门。动灵力就撞他的阵，我就露馅儿。可这是我的地盘，论藏论阴，我还能输给他？管线层漏电，有可疑人员。老郑，带人来。移除节点已废，但这只是试探。尊师本人已经来了。周老先生，您这元婴期的高人，怎么屈尊跑我地库来了？我不是来逼你的，前几次是我有眼无珠，把一尊真神当成寻常修士去算计。今夜往天上抽的那股力，连我都压不住。陆景行供着的那个黑袍人已经不是人了，他要开的那道门，门后的东西是万古前的灾。您修正道的，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因为我周家祖上就栽在他手里过。小友，这方天地能挡住他的，恐怕只有你。可你还没长成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看，听雨阁庆典，我3番5次逼你，你宁可吐我徒弟一身，也没要过一条人命。能压住屠龙的力，却不肯伤人的，
不是怪物，是守人的。连周慎都怕成这样，这老阴货倒是头一回说人话。我替你去拖住那个黑袍人，给你争一口长成的时间。你那把锁，我猜到了，锁得住你的手，锁不住你的命。该现身的那一刻，别再苟了。哎，老先生，您一个人去，您打得过吗？周家的老不死，你那点正道修为也敢拦本座的路？拦不住你，但拖你一刻是一刻。就这点本事？你急着布阵，子夜就要开门。可我刚才那一剑，搅了你3个时辰的灵力汇聚，今晚你这门开不成了。哼，螳臂当车，多拖这一日，本座照样开门。门开之日，第一个碾碎你。师兄，周家欠那小友的，往后你替我还。惊鸿，天都这样了，如今只有我陆家能护你周全。城里失踪的几10个人，7个是沈氏的合作方，5个在你陆氏名下产业上班。陆景行，绑架、非法拘禁、邪教聚众，证据我都备齐了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这辈子最大的错是到死都看不起一个保安，也看不起一个你以为捏在手里的女人。沈惊鸿，你斗不过尊师，等那东西上来，你们全得陪葬。这一世，我让你亲眼看着自己一败涂地，这只是开始。被周慎拖了一日，又折了主场一处节点。尊师，我是被您的人从看守所捞出来的，我能用。沈正前的旧人脉，沈氏大厦的安保漏洞，我全知道。陆景行进去了，正好缺个内应。您放心，我帮您把节点布进沈氏大厦最深的地方。子夜，本座要那栋楼成为通天的祭坛。沈惊鸿那丫头，连同满城的人都是柴火。沈惊鸿、秦北，等天魔上来，沈氏就是我的了。从今晚起，地库管线楼顶3班倒，死守，发现可疑人员不许硬上，第一时间报我。放心，这砖楼是老董事长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守它是咱们保安部的本分。这老郑，关键时候比谁都靠得住。那个黑袍人子夜会动手，他要逼你在100万人面前现身。我知道，所以那一刻我得等，等救您就等于救全城的那一下。可那一下，沈总就得站在最危险的地方。我站，我是这阵的钥匙，也是调他出来的饵。警报！沈氏大厦地脉检测到第1道暗红灵纹接入，布阵开始了。庆典那次灯一黑，是我自己先躲了半寸，你又悄悄补了一下，那道催命光才擦着肩膀过去。这一次你打算用术什么？这一次躲不过去了。子时门一开，我藏了80天的东西，得当着100万人自己撕下来。那意思，你那把锁不就要你的命？所以我得挑准那一下，等救您就等于救全城的那一刻，系统说不算违约。你看这满城的灯，每一盏底下都有一个想好好活着的人。我要是缩了，这些灯今晚就全灭了。所以这一回我不躲了。检测到宿主道心出现松动，可松动不等于圆满。真到那一刻，我下得了当众撕了这身皮的决心吗？周家那老不死拖了本座1日，1日而已。内应已经埋进沈氏大厦，明日子时17道光柱冲天，门就开在这座城的头顶。秦北，你藏了80天，明夜本座要当着100万双眼睛，把你这身怪物的皮活活扒下来。快拍下来发出去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玩意儿越清越多。此为魔种，域外天魔的先兆造物。天魔本体正隔空汲取全城生机，以养魔种。
封印仅剩最后一层，那我把源头掐了不就完了？源头在天魔本体，他未现身，你查不到。何况此刻全城百万双眼睛，你动一次真灵力，就是当众露真身。就是这套，露了真身，我那把锁当场要我的命。沈总，失踪的人已经40多个了，警方说跟见鬼一样。不是见鬼，是献祭。他快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挡在他和这座城中间的，现在只有我一个。阁下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见您过来？你不必紧张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来是看看万古之前那道气息是不是真的又回到了这片天地。您认识我的来历？你体内那道根角源自一位早已陨落的存在，一位混沌古神。混沌古神，这跟我一个加班猝死的社畜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偶然被丢到这里的孤魂，那位古神陨落前，把传承散入诸天，等一个心性相合的人来承载。你那身苟了一路的本事，缺的从来不是修为。那缺什么？域外天魔一感知到混沌气息复苏，便知天敌归来。他拼死也要在你长成之前破风吞了你。好好准备吧，小友，这一仗躲不掉。师兄，东边那股气息比天魔本体还要古老，这是什么？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把一尊真神当成寻常修士去算计。那个秦北是这方天地唯一的指望。蝼蚁也有蝼蚁的用处，哪怕只能替他挡一招争一息，也好过躲在山里等死。师兄，我们周家欠他一条命，该还了。他真的要来了！秦北、沈惊鸿，你们以为赢了？真正的东西还在后头。等他上来，这座城连你们全得陪葬。系统，他随时会破风，我得赶在他来之前把修为往上提一阶。警告，你强行越级催动根角，经脉已濒临崩断。再冲一次，不等天魔动手，你自己先爆体而亡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干等他打上门？根角之力不是硬冲堆出来的，你缺的从来不是修为，是一把你还没找到的钥匙。80天，我从一个拎拖布的保安狗到今天，这一回对手是万古前的灾，我头一次觉得自己还不够。沈总，快躲！阵未成，域外天魔只能以半身试探，维持通道的是顶楼这座临时祭坛的4个阵眼。爪子我碰不得，灵力我动不得，可阵眼是死物，撬棍砸得动。你拿一根撬棍把那只爪子逼回去了。阵眼坏了，门关上了，他自己缩回去的。秦北，刚才那只爪子，光是半个，我站在这儿浑身都在抖。谁不抖？我腿肚子现在还转筋呢。半身就这么吓人，等他把阵凑齐，本体全身钻出，就不是吓人了，是灭世。他退回去，是嫌门太小，下一次他会把门彻底撞开。系统，我练了一整晚，这力量就是握不住。你不是说我这根角凌驾天魔之上吗？根角是先天定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可要催动它，凭的不是修为，是道心。道心，又是这种玄乎词，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你穿越这80天，护沈惊鸿是为了活命，为了那50块全勤奖，那是任务。古神的道心要的，是你为这方天地的苍生，甘愿粉身碎骨。粉身碎骨？我一个加班猝死的社畜，凭什么为一城不认识的人搭上这条命？那道封着你力量的心锁，就卡在这句凭什么上。你想不通，它就开不了。你那身苟了一路的本事，缺的从来不是层数，是这把钥匙。80天前，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：别被开除，保住这个月的全勤奖。怎么走到今天，要去想一城人的死活了？
这名单上40多个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可我一闭眼就睡不着。您一个总裁操心这个干嘛？这些人又不是您沈氏的员工，他们是这座城里的人，这座城好，沈氏才能好。我护沈氏，就得护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。他一个凡人，想的是一整座城；我一个揣着股神传承的，却还在算计一条命到底值不值那50块。沈总，您歇着，这事儿有我。秦北，我重生一回本来只想报仇，仇快报完了，可现在我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，这座城也是。检测到宿主道心出现裂缝，松动有什么用？真到了那一刻，我下得了这个决心吗？你勾结邪教，绑架全城几10个人献祭，陆景行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帮一个要灭世的东西开门？成大事上不拘小节，等天魔降世，我陆景行要的是凌驾众生的力量。你以为天魔会给你力量？你只是他撬开封印的一把刀。上一世你求我辱我，把我害死在你陆家的地窖里。上一世你又在说什么疯话？你不会懂，我重活这一回就是为了亲眼看你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陆景行，你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到死都看不起一个保安。沈志宏，那个秦北早晚要出事儿，天魔降临，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。等天魔降世，您答应过我，沈氏归我。沈氏，一座城都要做柴火了，你还惦记一家公司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朕还差最后一个祭品。你干什么？我是内应，我是自己人。沈惊鸿，是我对不起你妈，是我对不起整个沈家。郑叔，天都红成这样了，您还有心思看报？我一把年纪了，跑也跑不动，能在这间屋里看张报、喝口茶，就算一天。外头都乱成那样了，您不怕？怕，可日子还得过。小秦，我守着沈氏大半辈子，图的不就是这点安生？你成人，要的也就是这点安生。看张报，喝口茶，平平安安过完一天。你这阵子脸色不太好，年轻人有什么坎儿迈过去就好了。郑叔，要是有一道坎儿迈过去得搭上命，您迈不迈？那得看那头是什么人，是我惦记的人，豁出去也得迈。谢谢你。80天前，我也是这人群里的一个，没爹疼，没娘爱，加班加到死，没一个人记得。可到了这儿，有人把我当人，有人等我回家，为了他们粉身碎骨，我认了。检测到宿主道心松动至临界，最后一道心锁将解未解，还差一把火，那把火会自己来。阵成了，门开了。放开我！沈小姐，你身上流着修仙者的血，又自带灵诀，这种通灵之血是开门最干净的引子。你坠进通道那一刻，你母亲那一脉的灵诀会被通道彻底引爆，天魔就借着这道血脉的缝钻进来。我妈连死了都被你们算计进去。警告：沈惊鸿身负修仙血脉，是这道通道的活钥匙。他坠入的那一刻，血脉灵诀被引爆，天魔本体降临，沿海生灵俱为齑粉。他这一条命，此刻就是全城的命门。算准了我会救他，可我移动真灵力，当众露了真身，我那把锁当场就要我的命。那个藏着的怪物，今晚100万双眼睛盯着你出手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。你不出手，他连同这座城一起被天魔。前辈，别出来！别为了我一个人，地下那些被抓的人，全城几百万人都比我重要。前辈，你听我说，别管我，地下还有人没救，全城还有几百万人。都到这份上了，他想的还是全城。我要是真扔下他，转头去搞，我还算个人吗？
看见了吗？他替你打，你却躲在暗处，这就是你苟了80天苟出来的本事。凭什么？我从前总想，凭什么要我一个社畜为一城人搭命？凭他把我当人，凭这一城人也想好好活着，凭我秦北活了2辈子，头一回有了想守的东西。检测到宿主道心圆满。这把锁从来不是惩罚，是一道考题。它锁的是一个只为自己活的人。你肯为这一程素不相识的人把命压上去的这一刻，考题过了，锁自己开了。你早说，我搞了80天就等你这一句。沈总，您扶稳了，接下来这一下动静有点大。秦北，我等你。宿主主动卸下伪装，隐匿阵纹解除。这股气息竟然一直压着这种力量，你到底藏了多深？藏了80天，今天不藏了。沈总，我接到您了。你这个骗子，你一直说你打不过，说你没把握。我没骗你，我说的是我动手没把握，因为我一动手就违约，就得死。可这一下我肯把命压上去救您，也是救全城。那把锁自己就开了。您在这看着，这场架我打给您看，也打给全城人看。警告，你真身出血，这具身体压了80天，还没完全适应这股力量，硬接此击，经脉会受损。他的力量太大，这身子压了80天，一时放不开，他还在硬撑。妈，您要是在天有灵，把您的力量借给这个为大家拼命的人。这是沈金红，他把自己的命根子渡给了我。检测到外来温和灵力，意外契合宿主根脚，但仅凭一人之力，仍不足以让你完全适应真身。光他一个还不够，可有这一缕，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扛。差一口气，就差这一口气，我这身力量就能彻底放开。可这口气，我自己提不上来。秦北，我还有，你别倒。沈总，您的灵力是您娘留给您的命根子，别再渡了。秦北一个人扛着整座城，我们周家从前有眼无珠，屡次冒犯他，今天拿命来还这条债。那个人一个人挡着那东西，他要是倒了，我们全城都完了。撑住，撑住啊！检测到群体愿力共振，守护，我认了。心锁已在你赴死那一刻解开，此刻涌进你身体的，不是一个人的灵力，是一城人的愿力。太古混沌绝地9层贯通，根脚完全苏醒。你跑到这座城来，要拿100万人当一顿饭，今天我送你回去。那个为50块全勤奖跟人对骂的小保安，原来是这样惊天动地的存在。他打退他了，他真的把那东西打退了。他到底是谁？这股气息，混沌，你竟然是那个混沌古神！不可能，你明明早该陨落了。你倒是认得我。他认得，你的根脚源自万古之前那位混沌古神，他
他修为再高，在你的根脚面前也低了一倍。难怪我一个金丹能跟他这种东西硬碰，原来不是我修为高，是我这底子压他一头。你越打越强，你到底疯了多少？疯了80天。这80天的全勤奖，我得连本带利从你身上讨回来。本座降世一回，岂能空手而归？既然吞不下你，那本座就和这座城同归于尽。警告域外天魔启动自爆，当量足以夷平整座城市，连同沿海几百里。疯了！还要拉一城人给他陪葬！他要炸了，我们跑不掉了。那个人还在上面，他还在等着。秦北，城里还有几百万人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你说过要活着回来。这一次，我信你。你必须在他炸开之前，把他连本源一起彻底抹杀，且不能让爆炸波及脚下这座城。抹杀他，又不能伤了城，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招吗？有一招，也是唯一一招，太古混沌诀第9层，一念碎星，可碎1颗星辰，用在他身上，足以将他连本源抹除于虚无。碎星，我脚下面就是城，这一下出去，余波不照样把城掀了？所以你不能让他有半分余波。这一招，我从穿越第1天就听说，却一次都没敢用。今天头一回用，就得是最稳的一回，一丝都不能漏出去。晚了，混沌传承，你和这座城一起陪葬吧！我说过，你赢不了。当年灭你的不是修为，是道心。我身后是一城想好好活着的人。一念碎星没了，是他，是顶楼那个人救了我们，真的没了。域外天魔本源俱灭，彻底抹除，万古之灾平。80多天，从一个拎托不桶的保安到一念碎星，这一念碎的不只是星，是我苟了一路，终于能堂堂正正做自己了。你这个骗子，说好活着回来，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一下我的心都要停了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连根头发都没少。一念碎星，宇宙战力天花板，你还跟我拼？天花板归天花板，回了地面，我还是那个想跟您讨50块全勤奖的秦北。这回连本带利我都给你。你做到了，道心圆满，根脚大成，域外天魔本源俱灭，那位混沌古神后继有人了。老先生，这些天多亏您几次点拨，我一直想问您到底是谁，又为什么帮我？万古之前，我是那位混沌古神座下唯一的童子。古神陨落前，命我留守这方天地，等传承归来。您一个人等了万古，等了万古，终于等到了你。我守了万古的责，今日了了。那我呢？我现在知道自己是谁了，可往后还有什么在等着我？你体内的根脚只是雏形，往后会遇到什么，我也说不准。但只要你那颗道心还在，这世上就没有你迈不过去的坎。小友，这方天地往后就交给你了，记住，力量越大，那颗护着苍生的道心越不能丢。系统，天魔灭了，任务也该完了，你是不是也要走了？宿主传承大成，道心圆满，系统的使命确已完成。相处这么久，临走之前，告诉我一句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是那位混沌古神，陨落前留下的最后一缕神识。我化作系统，绑定传承者，陪他走完这一程，看他能不能担起守护之责。合着我这80天的全勤奖是冲着你这缕神识讨的？你那50块讨得理直气壮。那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你比我想的做得更好。
混沌一脉，后继有人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，好好活着，守护好你想守护的人。秦先生，周家从前有眼无珠，屡次冒犯。今日这一礼，是替整个周家谢你。这片天地，欠你一条命。周师傅言重了，昨晚要不是你们在城外引灵，我那道传承未必能醒得那么及时。我们那点微薄灵力，在你面前不值一提。再微薄，也是有人愿意为这片天地站出来。秦先生，你这样的人物，本该早已超脱凡尘，如今却愿意留在这红尘里，守一座城，护一个人。超脱凡尘有什么意思？我上辈子就是没人记得，才活得那么憋屈。这辈子，我偏要留在这烟火气里。周老先生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师兄命大，缓过来了。他说这辈子算计过的人不少，看走眼的只有你一个。让我带句话，往后这方天地就托付给你。替我谢谢他，就说他托的那一日，我记着。这一战赢了，可天底下真就只有一个天魔吗？都结束了，天魔灭了，沈坤、陆景行得了报应，周家也偃旗息鼓，这下总算太平了。太平了。那个老者，那个系统呢？都走了，一个守了万古的责了了，一个陪我走完了这一程功成身退。那也不是只剩你一个，还有我。对，还有您。您知道吗？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一刻，我反而踏实了。我不是偶然被丢到这儿的孤魂野鬼，我是为了守护才来的，而守护的人里，头一个就是您。往后先把眼前这点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好，比起一念碎星，我倒更稀罕陪您把一顿饭吃完。今天正式确认沈惊红为沈氏集团董事长。另外，沈氏成立安全顾问部，由秦北先生出任部长。秦部长，听说上个月那场大异象跟您有关，您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啊，就是个有点小本事的普通人。神仙，这是真神仙啊！郑叔还在这儿呢。在啊，我这把年纪守着这间屋子，看看报，喝喝茶，挺好。郑叔，我以前老觉得您身上藏着秘密。我能有什么秘密？一个退休的老头，图个清静罢了。倒是你，小秦，听说你现在是大人物了。再大的人物，也是从您这间保安室走出去的。小事一桩。原来真就是个普通老头。这世上不是谁都藏着惊天动地，能安安稳稳看张报，也是一种福气。两位别光顾着看风景，秦部长这个月的工资条，全勤奖50块，1分没少。堂堂能一念碎星的人，盯着50块全勤奖看了一下午。您不懂，当初为这50块，我跟马彪对骂，被人盯着，差点被开除。这50块里有我整整80天的命。所以这不是50块，这是你拼了命挣回来的。沈总，您总算懂我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这天底下还有些没扫干净的尾巴，在远远的跟我打了个招呼。那要紧吗？不要紧，天塌下来，我顶着。眼下，我只想陪您把这顿饭吃了。